北京27号晚，亮马河畔，我们要做核酸，我们要备方舱。北京市市民喊的这个口号，在全国独树一帜。今天啊，咱们终于开始要讲到北京了。北京这个城市啊，我生活了20多年，是我整个人生中啊待得最久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在中国啊极为特殊，它有非常强的政治色彩，可以说在中国建国历史上啊，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那些重要的政治运动，北京基本都是核心。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吧？后来的西单民主墙，包括89年的6·4。那么其实啊，在政治运动过程中间，北京是不会缺席的，包括这次的白纸运动。27号晚呢，27号的下午，就有不少北京市的市民呢，就在北京东北3环的亮马河畔的草坪上开始铺白纸。亮马河这个地方啊，熟悉北京人都知道，它处于东北3环，毗邻使馆区，旁边有很多外国的领事馆，外国人非常多。那么国内的人呢，又以年轻的白领居多，所以这个聚集地点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也可以理解。那么到晚上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聚集在这里，开始点蜡烛，手里举着白纸，就是纪念啊乌鲁木齐啊，因为这个防疫事件，因为火灾事件啊死亡的这10个人。然后现场的人呢就开始喊口号，一开始喊的口号啊是在声援上海。上海你好，我是北京。上海你好，我是北京。大家都知道啊，在前一天，也就是26号那一天，上海发生了游行嘛，乌鲁木齐中路的事件，对吧？那天晚上，同时呢，其实还有一批上海参加活动的市民被抓了。所以啊，北京市市民呢，当时的喊的口号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声援上海，尤其是要求上海市来放人。上海加油！上海加油！上海放人！上海放人！上海加油！上海加油！上海放人！上海放人！上海加油！上海加油！上海放人！上海放人！说到这儿，咱补充个信息啊，其实上海26号晚上那天被抓的那些市民，据有人给我们讲啊，都被放了，而且也没有留案底。这2天我还收到了有人给我来的信，他给我讲啊，他说王局啊，28号当天上海市的12345被打爆了，全都是要求释放这些被关押的市民的，而且在上海市的这个政府部门里头还形成了一个特别报告，对解决这件事情呢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还对我表示感谢。但其实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是举手之劳啊，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能去现场，我只能做报道。但是呢，我能通过某种方式去帮到那些被关押的人、被抓起来的人，对我来说啊，义不容辞。咱说回到北京啊，亮马河畔啊，在亮马河畔一开始声援上海之后，很多人就开始现场喊口号，喊什么口号呢？不要核酸，要自由，是吧？不要独裁，要民主。大家听出来了没有？这些口号都是当时啊，四通桥事件过程中间挂在四通桥上那些标语，彭载舟写在上面的。应该说啊，这彭载舟当时挂在四通桥上那些标语啊，虽然是很快被拿掉了，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啊，其实有很多中国人都受到那个事件的影响。说到这儿，我不得不其实也承认个错误。当时在彭载舟事件过程中的时候，我在推特上写的那几句话，我事后想想啊，其实是有一点怎么说呢？有人批评我是全辱啊，我自己反思一下，也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呢？我总是认为中国社会是铁板一块，其实你彭载舟挂这样的标语啊，也不起到什么作用。但是你看这一次的白纸运动，那么多人喊出来了彭载舟当时喊的那个口号，就说明当时彭载舟挂的那些标语
也为这一次的白纸运动的社会动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政治运动有时候在往前推动的时候啊，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啊，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彭载舟他当时这个作用啊，其实是不容抹杀的。在喊完口号之后啊，也有人唱歌，唱国际歌，唱国歌，还有人唱了这个长亭外，古道边，是吧？然后呢，就有人开始演讲。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消防车开不进去，这上面那个水就离窗户就差那么一点。然后政府发出来的通告说，门开着，是他们自己不跑。韩国的踩踏事件第二天，所有的媒体都有那么多的报道，但是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官方报道有吗？一个大巴车进驻倒塌的隔离酒店，记住西安医院门口流产的孕妇，记住上海为自己医院进诊死亡的护士，记住兰州的3岁儿童，记住乌鲁木齐火灾中绝望的叫喊，以及更多个体的悲剧，太多需要记住的东西了。记住个体的悲剧。在今后的日子里，拒绝接受官方塑造的正确的集体记忆，不做人民，做自己。不做人民，做自己，这句话说的真好。为什么呢？什么叫做人民呢？人民是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词，因为它的对立面是什么？是剥削机、地富反坏右，对吧？但是当政府掌握了人民的解释权，那么你跟任何政府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通通就会被解释为与人民为敌。这就是人民这个词的可怕之处啊！所以你看，共产党历史上那些所有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政治运动，都是打着人民的旗号啊！你看老毛天天就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吧？人民万岁，他喊得来劲着呢，但是他干尽了坏事儿。所以你就看到了吗？你如果要是迷失于人民这个词以后啊，你就很难建构自己的权利意识。但是什么是自己呢？自己说白了就是公民，就是以自我利益为核心构建的公民社会。它要求的是自我权利，你政府不能以任何理由随意干涉我的权利。大家想一想，这次疫情过程中间，许许多多的变态政策，政府不都是打着所谓人民的旗号，或所谓公共利益的旗号，所谓集体的旗号，去践踏公民的个人自由吗？如果每个人都能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其实这样的变态的政治，这样变态的政策也就很难维系了嘛。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女生啊，演讲中间说的这句话，说的真的是好。要看电影，我要看电影。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警察就来了，是吧？北京的警察对付这种群体性事件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当天晚上聚集的现场呢，是在亮马河的南岸。警察到了现场之后呢，就把这个南岸的两侧一堵，你人再想进去进不去了。所以很多人赶到了现场之后想进去，警察拦着不让进。你能听见里面在喊口号，但是已经人进不去了。那后来这些进不去南岸的人呢，就跑到了亮马河的对岸，也就是北岸。那么南岸和北岸呢，这个就开始遥相呼应，大家一开始互相来喊口号。然后呢，后来警察又赶到了北岸，把北岸的两侧也堵起来了。这北京市市民就挺聪明的，有很多警察就进去之后劝这些市民嘛，说赶紧回家吧，是吧？然后呢，这些北京市的市民呢，就开始喊起了咱片头的那些口号。我要做核酸，我要被封控，我要做核酸，我要上房产。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民，对，最幸福的人民，这是最好的时代。大家听一下啊！大家听一下，听一下。好，赢麻了，我们赢麻了。大家听一下啊！咱们表达这种对于这种火灾中死去的这种同胞这种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啊！大家在这儿聚集进行哀悼，我们也表示理解。大家都是成年人，
对吗？大家都经历了疫情啊，但是大家不要被其他人带节奏。谁带节奏告诉我？谁带节奏告诉我？谁带节奏告诉我？中国13亿人有13亿节奏，你知道吗？听我说完。咱们今天既然你们是来哀悼的，啊，咱们不要牵扯到其他的问题，好吗？啊，这是我个人对大家的理解，好吗？我也理解你，我理解你说这个话，我非常能理解。是来表达这种哀悼的心情的，大家不要掺杂别的声音。那你们能跟我们一起哀悼吗？那天晚上，我有好几个朋友都在现场，他给我讲了一个细节，他说现场也有人喊呐，说什么习近平下台啊什么之类的，喊了一口号，但是没人跟。就他们这个北京的老百姓，我个人觉得就是在这方面他的这个斗争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知道喊这个不要核酸要自由没事儿，喊新闻自由也没事儿，甚至喊这个反话也没事儿，但是不能随便喊习近平下台。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上海那天晚上的镇压跟那个喊那个口号有没有关系啊？但你可以看北京市的老百姓，他确实这方面斗争的经验要丰富得多。后来啊，11点左右呢，外面有很多人还想进来，进不来啊，这些人就聚集在了亮马桥立交桥下面的辅路上。不要封锁，要自由！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我们永远支持共产党，但是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民主的共产党万岁！共产党和民主和自由冲突吗？不冲突！现在是冲突吗？大家要知道，在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是民主先锋、自由先锋，我们只是要那个民主、自由、开放的共产党回来，仅此而已。我们不要修正主义，不要修正主义！不要修正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到现场了，就开始讲，他说啊，同志们呐，这个要警惕啊，这人群中间有敌对势力，有境外敌对势力，这个词大家耳熟能详是吧？我刚刚收到消息，让大家要注意的是，现在在我们的群众当中有境外反华势力，在我们的周围。您那边请。哎，不是，没有这个，我们都是中国人，我给你支持中国人，我要中国人民。境外，你说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哪一个？是列宁吗？马克思中国人。我永远爱我的国家，爱我的人民。你好，请问新疆的火是境外势力放的吗？不是，请问贵州的大巴是境外势力推翻的吗？我真的完完全全认同你们说的。大家伙是境外势力调来的吗？不是，我们连网都上不到国外的，我们哪来的境外势力？境外势力怎么跟我们沟通？你们只有境内势力不让我们聚集。外边有王子。我们现在是能出国，还是能上国外的网？都不能。他们怎么联系我们？联系不上。哪来的境外势力？月球吗？你仔细看着镜头中间这两个人呢，我觉得他们不认识，但是这个人呢，拿着这个喇叭，这个人呢，说了几句这个境外敌对势力之后，那个人就补一句啊，月球来的，是不是？我们连外网都上不去，怎么能联系境外敌对势力呢？是吧？我个人觉得他们身上所蕴藏的那种气质吧，是北京人所特有的幽默感。他用一种解构的方式啊，就把这种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的指责啊，给你消融了。
给你化解了。其实，在政治运动过程中间呢，有的时候不仅仅需要冲撞啊，有的时候不仅仅是需要热血呀，有的时候也需要智慧啊，有的时候甚至也需要幽默。后来呢，这个警察也就赶到了这个亮马桥下，而且这警察过程中间还有来历不凡的人。这北京市的副市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齐延军，他同时也是公安部的副部长，来到了亮马桥下，他还劝起了老百姓。不要劝，不要劝。行，那不欠您了，不欠您了啊！是不是他拿不出相关的文件？往那边走，往那边走，都往那边走。能限多少？限多少？到不了20条。走。当时被他劝的人呢，不知道齐延军的身份，还问他，他说你是这个社区的吗？是吧？您是哪边的？这个其实他不是社区的了，他真的是公安部的副部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些警察就开始劝这些老百姓回家。应该说，总体来讲27号晚上北京市市民的聚集警方的表现是比较温和的，即便是清场，也是采取劝离的方式。比如说在亮马桥下，就说哎呀，各位你看，你们都在这个都是马路上是吧？你能往边上靠一靠吗？就别影响交通。说他都是用这种方式，没有采取那种暴力清场的方式。尽管有人说好像那天晚上抓了一个人但是应该说他跟上海相比，跟成都相比，跟武汉相比，那应该说抓人的程度不是一个量级的。到过了晚上12点1点钟之后这个聚集在亮马桥下的人呢，陆陆续续呢就开始散了。还有一批不散的人，后来据说是从亮马桥出发，一直走到了朝阳公园。等他们走到朝阳公园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夜里3点钟左右了。北京市的这天晚上的聚集算是和平落幕。怎么看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北京这个城市应该说在全国范围内有点特权，包括防疫的这过程中间也有。比如说你全国哪个城市有阳性了，北京立刻就把交通给断了，飞机火车都不通了，所以它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尽量减少对北京的影响。所以过去3年呢，北京市的老百姓总体来讲受防疫政策的影响比较低，跟很多其他城市比起来，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但是在前不久20条之后，突然北京市的小区开始封起来了。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北京市的很多市民挺有智慧的，他们拿着法律规定，拿着国务院的规定，在跟这些警察讲道理。然后很多小区呢，有自发的把这些风控的给冲出去了。那些方式真的是挺充满智慧的。我就是在讲北京人的特点，一方面是关心政治，另外一方面身上有优越感，第3个方面还挺讲义气的。可能正是这样的气质吧，才最终促成了北京市市民的这次聚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个人觉得斗争需要技巧。这个我们自己不能判断出来就上海26号那天晚上抓人跟喊这个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样的口号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北京这天的聚集以和平落幕跟北京市的老百姓之间相对来说聚集的人没有喊过激的口号有没有关系，不知道。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其实在斗争过程中间讲技巧讲方法非常重要。如果要是我们就局限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正常诉求，那么政府想要镇压这件事情就比较难。我在想什么叫做白纸运动我觉得白纸运动的核心叫非暴力不合作。所谓非暴力，就是我们所有聚集的人，我们都不会采用任何暴力的手段，不攻击人，不攻击车，不攻击交通秩序，甚至我其实都不用言辞来攻击你政府的合法性，我就在合法的范围内表达我的正常诉求，这叫非暴力。不合作，不合作指的是什么？我就是不认可你的防疫政策，我就是认为你这样的防疫政策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政策依据，我们就是要求自由，我们就是要求正常生活的权利，这就是非暴力不合作嘛。大家不要认为在很多政治运动过程中，
社会运动过程中间，这些非暴力不合作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它有的时候啊，远远超过那些暴力的这种所谓的政治影响力。为什么？因为非暴力使得政府在镇压这些人的时候有更大的道德压力，同时也会让围观者更愿意参与进来。这就是非暴力不合作的这个其实在政治转型过程中间的价值。所以我个人认为，白纸运动的核心就是非暴力不合作。你不是不让我说吗？是吧？我不说，我就拿出一张白纸，但是我就拿出一张白纸告诉所有的人，是你们不让我说，我要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让别人都知道你们不让我说。这就是白纸运动，这就是非暴力不合作嘛。我认为，如果这种方式如果能够像星星之火燎原起来的话，那中国的这种社会转型的这种运动啊，没准从现在开始就可以重新建构起来。接受官方塑造的正确的集体记忆，不做人民，做自己。能出国，还是能上国外的网，都不能。怎么联系我们？联系不上。哪来的境外势力？有吗？